你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题目是绝望中还向前跑。在美国南方有一个黑人小女孩，她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有12个兄弟姐妹，父亲早就去世了，由母亲独自抚养这12个小孩。更不幸的是，这个小女孩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只能由兄弟姐妹轮流背着，背累了就把她放在手推车上推来推去。这样的小孩子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她唯一的希望是能走路，能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跑，做游戏。但是她连站都站不起来，而且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有一天，小女孩的妈妈听说所在城里有医生来义诊，妈妈就开了一部破旧的面包车，载着小女孩开了3天3夜，一路上都是碎石和尘土。好不容易到了城里，找到医生，妈妈问：“您能治好我的女儿吗？”医生答应为小女孩想想办法。他说：“我们可以用木杖给她做支撑。”妈妈说：“谢谢您，但我的女儿不需要支架，您能治好她，让她自己走路吗？她太渴望走路了。”医生说：“恐怕不行，她的症状太严重了，肌肉也萎缩了，她永远也不可能走路。”小女孩的妈妈很失望，小女孩更失望，但他们拒绝这种宣判。医生的话激起了他们的决心。回到家，妈妈听从邻居的建议，每天给她泡药浴，给她按摩复健，并且每天祷告。半年后，医生又要到城里义诊，妈妈再度载着小女孩开了3天3夜的车去找医生。妈妈说：“我每天帮她复健，她已经有起色了，肌肉也强多了，请你再帮她检查。”医生感到不悦，但基于同情，这位善心的医生再次为女孩检查了一次，然后表情严肃地对妈妈说：“夫人，我已经告诉过你，她永远也不可能再好了。如果你不再做梦，会对你有帮助的。”医生的话差点就打倒了母亲和小女孩，但他们尚不死心，他们真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只想站起来向前走。于是继续泡澡、复健、按摩，每天祷告。几年后，小女孩站起来走路，不久她还学会了跑步。她跑着跑着就跑赢了她的兄弟姐妹，她跑着跑着就跑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能追得上她。她在1960年的奥运会赢得了4枚田径金牌。她的名字叫威尔玛·鲁道夫。威尔玛·鲁道夫的妈妈那样把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孩子抱着最单纯的坚持走到了无人超越的地方。我很喜欢威尔玛·鲁道夫的故事，他的故事早已成为一个传奇，在美国常被社工人员拿来帮助贫民区的黑人青少年。如果威尔玛·鲁道夫都可以从不能站立到最后拿下奥运金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作为不向前的借口？每次当我们决定退回一个不超越自我的界限，我们就会有许多的借口，借口则正好是梦想和希望的毒药。我想到历史上2位最伟大的旅行家，一位是玄奘，
一位是哥伦布。玄奘在长安的时候就是很有才华的法师，他可以住在庄严的佛寺里，讲经说法，接受信徒的供养，以他的才情或也可以留名青史。但是他选择横越沙漠，把自己的生死放在一边，到印度去取经，完成了一个空前的壮举。哥伦布也是一样，如果他有平凡的理智，理智会告诉他，冬天坐在火炉边烤火，夏天在树林中散步，是多么舒适的事。但他不愿有借口，热情超越了理智的界限，冒险出海，才发现在海洋另一边的新大陆。他们不只完成了旅程，也完成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伟大不只在事功，也在他们的追寻。人生确实是一次旅行，玄奘与哥伦布都是把自己抛到绝境的人，魏尔马鲁道夫则是天生处在绝境的人。不论是自愿的或是被动的绝境，只要信念坚定，勇敢向前，就会有机会走出生命长长的黑暗隧道，也有机会看到隧道尽头的阳光。我们会遭遇失败，正如我们也有机会成功；我们会步下舞台，正如我们也有上台的机会。成败与境遇都并不是真正的我，都只是我们身上穿的戏服。如果想要脱去衣衫褴褛的戏服，就要好好的锻炼演技，很快便能换一套光鲜的戏服。对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他什么戏服都可以穿。九幽十盖不以为贱，将相王侯不以为贵。因为一切是浮云一般，再璀璨的云也可能飘走，而有出岫的时刻。我是环佩叮当，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咱们下期继续。